天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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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孙。 爷爷，咱们回帐篷，这儿不是瓦剌大营，鞑靼人胆子小的像个兔子。兔子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最爱的孙子，今天早上被射死了。你这个混血的杂种不撤兵，我们都要死在这儿啊！孩子们都已经开始杀马了。于谦，收了刀。 我们走。躲起来！这炮怎么打进来了？明军的大炮阵地前移了，东军各部没有命令。 不许！那1万人快逃吧！给瓦剌保留血脉，快走！我不走，就战死的意思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对手太狠毒了，我们的士气被打垮了，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了。爷爷，快逃吧！给瓦剌保留血脉！快走！ 爷爷，把我的马牵来！将军，明军前移，红衣大炮的阵地动了。 将军，明军前移，红衣大炮的阵地动了。现在明军大营的阵脚松动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摘下弓箭，跟着我往前冲。要是你冲着冲着，发现回姥姥家了，那他娘的你就死了！冲啊！
不要管那些炮，前面就是驻地的大营，有胆量的过去跟我闯一闯。上！皇上，一支瓦剌兵船插到我们后方，冲散炮队，杀进来了！爷爷，敌军趁着我们挪动阵地的时候穿插了进来，您是千金之躯，先避其锋芒，要不然谁都走不了。我先避他锋芒。是。取刀。爷爷，您不能再固执了，您是大军的统帅，不能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较一时的长短呐！取刀！来人，皇帝移驾！是。我说你听见没有？取刀！走！放开我！骑兵迎上山。是。传令兵，在！再给我调15个火铳手，还有，告诉樊中将军，只要他还能喘息，速速与我合兵。是。皇上，等樊中将军击破敌军，就会过来与我们合营。弘毅大炮阵地是不是已经丢了？敌军的骑兵冲破我炮兵阵地，率军的就是叶先。我知道，把他们先给杀了，把他们杀了。叫于谦进来。是。传于谦。依着你看，马哈木下一步会攻哪里？马哈木会死守山口，野先的军队会不停地派兵追击我们。大炮阵地既失，左右两军和皇上的中军会被瓦剌骑兵断开。现在就是撤，一时间也撤不下去。如果我和左右军继续合兵，皇上，继续合兵越陷越深。一旦他们反包围，军队失了供给，我们就回不去了。皇上，皇上！中军还剩多少人？我聚拢了不到1万人，军队都被冲散了，正在收容。汉王呢？赵王呢？3000营呢？他们没能攻下三峡口，与鞑靼部缠斗，一时间撤不下来，大炮阵地全没了。老爷后移50里，请皇上召回3000营，攻卫大营。不能合营，可能会被反包围。左右两翼被切断，那合营怕还来不及了。收容军队，
整兵马，还有机会能赢。大营不能退。告诉三千营，不得后退半步，全力攻敌。皇上，皇上！皇上，丢什么东西了？回皇上话，丢了一些来往的奏折、地图、沙盘，还有一些士兵的花名册。金银细软倒是一点没丢。来，坐吧。是。野仙跟你年龄差不多吧？是。这是个劲敌啊！这帐篷里这么多金银器不动，拿走的都是对打仗有用的东西。啊，我冒失了，给大明朝留了这么一个祸害。爷爷，你高看他了。他们不过是钻了我们阵地的空子。再说了，打仗嘛，总有输赢啊。这个我知道，不用你说。是。今天樊中让我召回3000营，话到嘴边上了，他不敢说。你也不敢说。爷爷是大军的统帅，我该说的话，之前都说过了。爷爷一声令下，大不了我把命拼了就是。樊中也做此想。那就好。爷爷，您先歇着，我去巡营，安顿完毕，我再回来。来个人。皇上，地图呢？再举过那幅地图来。于谦，于谦，今天这个局面，谁都不想看见。你也深知皇上的脾气。我现在急需扳回一点战局，好劝皇上退兵。你了解马哈木，帮我想想办法。哼，我知道你说话难听，但你今天只要跟我说真话，我都受着。其实这次我们败得不够惨。野仙还是太年轻，不会用兵。要是马哈木来，我们就都成俘虏了。皇上老营撤走的时候，军队的建制已经打乱，连大道都没来得及带走。野仙可以继续在后面奔袭，冲乱皇上的老营，趁机俘虏我们，再抢了皇上的大道，攻击3000营的后方。军心一乱，溃败千里，这个局面就不好收拾了。你在卖弄什么聪明？我没有卖弄聪明。
我担心下一次带兵来突击老营的就是马哈木，他是不会犯错的。以现在这种形势，撤不下来了。马哈木会借助地形处处接击，我们能不能走到山海关都难讲。现在红衣大炮被野先毁了。 大营和左右两翼被切断。我要是马哈木，再僵持几天，就可以全面反攻了。现在不是谈论怎么打赢的事情，战机早就错过了。兵家算兵，多算胜少算。太孙应该赶紧护送皇上回京，军队不要撤。 留下来和马哈木周旋，这样才能保住根本。否则，60万大军有去无回，皇上失陷在战争之地，那才是百死莫赎的大错。 这仗不能再往下打，是不是这么打了？是这样，不能打了。哎，他怎么来了？太医说，太子爷现在的症状需要静养，每天有半个时辰，我可以和他说几句话。 如果3位大人不介意的话，我会把太子爷的批复和他的意思，还有你们的想法居中传递。这也是无奈之举，还请3位大人莫怪。请问太孙嫔，这些折子，太子爷既然起不了床，他是如何批复的？ 我把折子看完了，再用简单的几句话讲完，再揣摩太子爷的意思批复。太子爷点头或是摇头，签名是我模仿的。这将来要是问起来，恐怕有些不合规矩吧？是啊，是不合规矩。现在国难当头，如果3位大人想要做事合规矩，那就应该带着6部官员马上去草原上找皇上。这，太孙嫔虽然年轻，礼数倒是也清楚，不可有轻视之心呐，否则的话会让你碰钉子。是，恕罪恕罪。辎重粮战，太子爷想要选在榆木川，蒙语是乌珠穆沁，这个地方离辎重营最近，地势高又开阔，往前可以俯瞰敌军行止，骑兵也利于展开，攻守皆备。马上通知户部，在榆木川设营。从山海关和北京驻防的被窝兵选2万精锐，去榆木川接应皇上，镇守辎重。你去办吧。是。太子爷从江浙征购的万金贴、柴胡伞、风寒伞，这一次随辎重部队往前送，货已经到了齐化门，兵部要优先安排，尤其是风寒伞。现在天气正寒冷，兵士都穿铁甲，风寒症尤多。这些要加以保护。遵命。太子爷的病情奏报皇上了吗？自那日
太子妃叮嘱后，我们就写了密折军报给了皇上，底本还在，我这就取来请太孙嫔看。密报我不方便看，不过皇上还没有回复，奇怪得很。我问过太子爷的意思，用我的名义给太孙写了一封家书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600里加急送出去。是。这密折向来到了就看，怎么皇上没回复啊？前线的仗打得急，皇上也未必有时间看，是不是？啊，是。其实你们也不用安慰，太子爷猜这次是打了败仗，所以不方便放太孙回来。这仗败到什么程度？你们是连太子爷都要瞒吗？红衣大炮阵地被端了，左右两军和敌人焦灼着。有军报吗？军报上写的全都是这件事，我们怕影响太子爷的身体，不敢送。说的也有道理。那我就先选些闲话说给太子听，你们把军报先给我，我等太子爷精神头好点儿，缓缓地说给他。理应如此。实在是国事紧急，我沐猴而冠，还请3位大人莫怪。他日太孙登基，有你这样明事理的嫔妃辅佐，我们深感庆幸。太孙嫔放心，这封家书一定送到。皇上，皇上，爷爷，去请军医官，就说我得了风寒，让他过来看看。是。樊将军，皇上龙体欠安，未经你我许可，不得让任何人进出大帐。来人！皇上和太孙商议军务，大营附近50步，不得再有人进出。关闭营门，站双岗，披马出营，要有我和太孙的手谕。是。爷爷，爷爷，是我。你随我来。皇上的身体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孙，皇上是心悸，
心事过重，亏了元气，血不能归心。说些我能听得懂的。皇上这么多年征战，从不爱惜身体，像一座老房子，4梁8柱都朽了。我刚才用银针刺激他的血液入心脉，他还要睡一会儿才能醒。你不要回应了，我在旁边给你收拾出一座帐篷，随传随到。还有，你要懂规矩，皇上的病情只可你知我知，多半个人知道，你性命不保。是。我爷爷的病情到底有多棘手？你给我透个底。只在朝夕之间。混账！不会的。老二，你的兵怎么都在这儿躺尸啊？让我傻小子一样带兵往上冲。你才躺尸呢！下雪天让我养弓，这仗我可不会打，我也没见你攻啊。老头子不让我们撤，就这么大雪天的跟人家死扛。一起去大营。把我的马牵过来，挑50个能打的跟着我。我这一觉睡到这个时辰了。爷爷，爷爷，快躺下。爷爷，您躺好。医官说，您有些血不归心，要好生休息。出师为捷，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别说这些不祥的话，您就是太累了。这下面有个折子，你拿去看看。是。你别怨我，你爹病重，折子到了好几天了，我也舍不得你走。咱回家吧。这仗，孙儿将来替您打。您回北京好好养身体，我留下来报这一箭之仇。别怨我，接到折子，这10天我都不能安眠。明明困得很，一沾枕头就清醒。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，我是怕我撤不回去了。爷爷，你爹写了密折，军队换防，一进山海关，都是忠于你的军队。
太子爷，头角峥嵘，也不是凡人呐。爷爷，我爹对您绝对没有半点儿心。咱们现在就回家。啊，只要爷爷在，我爹在，天下没有难事。怕是难。我不知道你二叔、三叔会怎么做。我怀里还一份折子，你拿出来。念。臣姚广孝推查大明之国运，上奏御前，推延黄道12宫，为百年3巨变，辛丑年一变，飞龙在天，太子俱亡，刀斧江山于陛下。庚寅年一变，龙战于野，血色玄黄，诸兄弟争于世，见血尽忠。甲午年又一变，白龙于服9年，亢龙有悔，堕于地，又见血尽忠，仇杀无尽无期。你留着吧，记着你发的誓，手上绝不要沾朱家人的血。其余的就看你的命数了。这份折子，你留好给儿孙，让他们也发下毒誓来。是。皇上和太孙商量什么军务呢？左右军都在雪地里熬着，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滚进来吧。爹，我们主要看你们商量好了没有。有事儿我和老二再出去。左右翼军队怎么攻到现在，连个山都拿不下来，还有脸嚷嚷？爹，雪地养弓实在是强人所难啊！那些瓦剌人射的箭又准，没必要拿3000银这么耗啊！等雪一停，我马上带队上去把他们给灭了。吹吧，给你们10天，攻得下来就攻，攻不下来就撤到榆木川。太子爷发话了，再打不给钱了。老老实实回去吧。我们在前线卖命，啊，他在后面指指戳戳。天好，一起骑马出去走走。是。
你们说，天尽头那座山是哪里？那儿应该就是狼居胥山，当地人叫海尔汗。当年霍去病封狼居胥就是在那儿。那天尽头那座山以外呢？这么远的地方，我也没去过。人生真短，如此江山，岂不让人留恋？杨大人，等你好久了。太孙，奏禀皇上，杨大人到了。再等等，皇上醒了，宣你。啊。我爹他身体如何？皇上的病，太医怎么说？啊，恕我冒昧了。太子爷的病总算是稳定下来了。太医用针刺配合着参汤鹿血，把一线生机调了起来。现在时睡时醒，精神好的时候还能说说话，写字和看折子是不行了。太医说，如果没有大的刺激，可延2年之期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让皇上回北京去看病。这儿的药物和医官都不是最好的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劝过他很多次，他都不听。哎呀，汉王和赵王的3000营、5军营撤下来就晚了。我知道。我这次带了2万被倭兵，大将是太子府出来的，我已经和他谈过，可效死命。皇上召见杨阁老。哦。皇上，圣公金安。起吧。谢皇上。你个老少才，1年多，怎么胡子都花白了？皇上，岂不闻光阴如骏马加鞭，日月如落花流水，哪有不老的道理哦？这倒也是啊。那日我低头一算，我已经65岁了，年过花甲，真是奇哉怪也。哼哼，早上醒来的时候啊，就觉得自己是20几岁的小伙子，能开5弹弓，用60斤大刀劈重甲，血战3天3夜回来，睡大觉，吃10张饼，10斤羊肉。我听说，皇上这次又亲自披挂上阵了。撤退的时候，我连杀2阵，马哈木像条老狗一样，连面都没敢露，夹着尾巴逃了。重创瓦剌，你说，以我这个年龄，
上马杀敌，下马治国。古今往来，哪个帝王比得了我？这个自然无人能及呀！皇上春秋鼎盛，还需要好好养养身体。底下的儿孙都长成了，风霜雪雨也要分给别人一些。唉，回不去了。走到帐篷门口就没力气了，一动就晕，如利刃刺心。医官说我是风前烛，雨里灯，雨里灯。这次叫你来，有大事托付。太子爷现在的身体，我怕也是如此了吧？回皇上话，太医诊断如无大事，太子爷应该还有2年之期。不能做事，活2年有什么用啊？只是死了没埋。朝中政务全凭太孙嫔和太子爷交流，太子爷还是可以一言而断的。内宫夫人参政，有可杀之罪，太子爷何必连累他们呢？你回去跟太子爷说，叫公正司处死。皇上，太子爷他也是权宜之计呀！闭嘴！太子今天到这个地步，能继位吗？龙椅上坐着一个活死人，我怎么跟祖宗交代呀？他生死一线，太孙能当国吗？汉王、赵王岂能容他？眼看又是一场大战。杨士奇，你要明白我的心意。我是小，误国是大。是，为皇上所命，臣以死报之。我想立老二做皇帝，你要给太子爷一家寻一个好出路。老二虽然浮夸了些，总还是听我说的话的，能压得住老三，天下不会乱。要琢磨出办法，保住太子一家的命。我不能让后人说永乐篡位，后世儿孙个个学他，自相残杀，为千古所笑。你说呢？皇上圣明。南京的朝廷建制虽全，实则清闲无事。汉王登基后，可将太子一家移过去。老虎失去爪牙，汉王应该不会再步步紧逼。这口安乐饭，总该能吃到老。另外，请皇上手书一道旨意，通晓百官，供奉在祖庙之中，令汉王和赵王立下血誓，朱家后人断不可再自相残杀，否则死不入祖庙，
天下共击之。这是最切实的办法。你写到折子上来。遵旨。你还要替太孙说话吗？臣不敢。他如果继位，必死在汉王赵王的刀下。我在床上思来想去呀，看不到一点胜算。他将来知道要恨我，也由他。遵旨。退下吧。我正要找你呢，没想到你自己先喝上了。我给你弄点下酒菜。太孙，坐下。在你这里说话，安全吗？帐篷外1000步都是我带的死士，但说无妨。太孙，请官职。杀！要杀我？杀了杨士奇，能改变皇上的成见吗？皇上的神机营，汉王的3000营，赵王的5军营，樊中的1营精锐，你指挥得动谁？我初听圣旨，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我仔细再想想，皇上考虑的对。只有汉王做了皇上，天下才不会乱。他的心意很难挽回了。杨阁老，方才是我失态了。长夜迢迢，你我可做促膝之谈。天一亮，皇上要看折子，盖上玉玺，此事就再无机会了。多谢阁老，深夜告知此事，战绩无以为报，深知歉意。阁老，容我日后报答。你觉得我是挑动是非、谋求富贵的小人吗？今晚我不来，拿着折子直接到汉王营里去邀功，做拥立新帝的第1号功臣，不好吗？皇上选我来，我想也是有他的用意。我在太子身边这么久，做事还算谨慎。
能不能给你找一条出路，替你想一个办法，把局面扳回来？如果不行，作为第一拥立的功臣，也能保太子一家平安。否则，皇上直接宣诏让汉王陵前继位便是，何须找我？你呀，跟皇上比起来差得远了。这曲曲折折的心意，你哪里能懂啊？请阁老指教。皇上让你奉太子到南京安居，汉王立下毒誓，血输入宗庙，护你一生周全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这个年纪，不说是在南京闲居一生，就是一天我也不会答应。大丈夫怎能死于他伤？要死，也应该死于社稷。请大人转呈爷爷，他无需担心江山不稳，待他在折子上盖上玉玺，我定当自刎报国，追随他于地下。自刎吧，何必等着盖玉玺呢？我提着你的人头，拿着折子去见皇上，岂不更加方便？你怎有这种弃世之念？父母还在，你这样负气自尽，将来人置皇上于何地？置太子爷于何地？不忠不孝，你称得什么大丈夫？夸得什么英雄？哎呀，皇上说了。他昼夜思考，为你想了100个点子，还没有找到一点胜算，所以，我来了。范仲，皇上，传杨士奇。是。天就要亮了。皇上派出来催折子的人就在眼前，请太孙决断。凡有血性，必起争心。屈辱的活着，不配做他的儿孙。我随你一同去见皇上。阁老，皇上传见你。
折子上写不清楚的，还烦劳太孙去讲清楚。臣杨士奇死罪。皇上，你还是选他。皇上，天下人心皆盼治世，汉王不是治世之才。皇上只看到眼下江山不稳，焉知再上来一个好大喜功、征战不休的皇帝，到那时人心离散，宗庙倾覆，那真是悔之晚矣。你打不赢的。打不赢，我就到地底下去陪爷爷。爷爷，让我照着自己的意愿活这一生吧。求爷爷成全。爹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仗打完了我就回来了，先赶过来看看你。嗯，认得出来吗？这是匈奴人的青铜凤鸟，我在营地里捡到的。太子爷喜欢，这是匈奴人的青铜带扣。我就知道你喜欢。你从小身体不好，我每一次出征回来，
都要给你带礼物。这次我的大营驻扎在匈奴人龙城遗址上，你要是去了，还能找到不少。可惜打败了。天意不合，爹，咱大明国力强盛，怀柔、征剿都可如意，不必急急在这一时。啊！我这身体这时候病了，也起不来，实在是不能为国家出力了。你的身体都是我累垮的，我太固执了。丢下这个烂摊子，还得留给你收拾。啊，咱们俩随时吵吵闹闹，我对你还是放心的。你明白，我明白，别人都不明白。苦了你了，孩子。爹，您出去征战这1年多，我时时的挂念着您。只要您能回来，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天底下就没有什么难事。这1年多，我也常挂念你。老大，起来，陪我走走。哎，爹，我好像完全好了。哼，嘿，哼。哎，爹，您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大殿，马上登基。大明朝还有100年的好日子过呢。哎，爹，那您容我换一件衣裳吧，我不能穿着睡袍去继位啊！啊，爹，你稍微等我一会儿，你稍微等我一会儿啊！哎呀，爹，皇上，皇上，爹，您。爹，爹，你等等我呀！爹，别走那么快呀！爹，皇上，等等我！皇上，爹。看着我干嘛？快拿衣裳去啊！朝服。爹，皇上等着我继位呢。皇上来了，啊？可是皇上没来啊。没来啊？胡说！刚刚还在这儿跟我聊天呢。爹还给了我一个匈奴的青铜带扣，你，带扣呢？带扣呢？带扣，看，这不是啊？我爹，皇上他真来过。
先是定了皇帝的丧期，叫礼部的人过来。皇上是以军人的身份驾崩的，怎么行军礼，把他老人家迎回北京城？我能替皇上做的只有这么多。这些都好办。现在关键问题在于，汉王、赵王那边怎么办？他们的军队离我们有多远？不到100里。他们且战且退，维护榆木川老营的安全。我已经派了人去报丧了。樊将军说的是正办吗？给汉王和赵王报信的人，叫我给扣下了。汉王和赵王的军队正在慢慢向大营靠拢，你一道圣旨，让他们全力向后瓦剌部与阿鲁台部的战力，让他们相信皇上还活着。你知吧？你这是忤逆啊！你是要造反啊！我是太孙，我爹是储君，我爷爷是皇帝。我造了谁的反？这天下是我们朱家的。我不管你怎么说，你当我于千营的眼睛是瞎的？樊将军，把你的剑收了。皇帝旨意里写得很清楚，命太子继位。你没看见吗？现在国难当头，汉王和赵王若是受到半点风声，必然会起兵造反，到时候天下大乱。于情于理，我说的话若是有半点差池，你现在就砍了我。樊将军，太子太孙乃国家正脉，可让国家乱了，手足相残，皇上的千古之名被后人所笑，那才是国家的大耻辱。非常时期要用非常之事。樊将军，你不可鲁莽。我自幼是个孤儿，我娘被人逼死，是皇上替我报了仇，让我给你牵马。我答应过你，要把命给你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就跟皇上说，这么做是为了稳定形势军心，给皇上留下的事业巩固根基。我们都是受过皇上大恩的人，只顾着眼前的小人小利，对国家没好处。你们想怎么做？军中不乏汉王与赵王的习作，皇上病重的消息，他们肯定早有耳闻，所以我要让他们相信，皇帝现在龙体康健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闻阿鲁台残部向北迁移，瓦剌部及鞑靼部纵兵接应，
命3000营火速奔袭阿鲁台残部大营，务以清剿为要务。5军营正面应战瓦剌部及鞑靼部主力，不可稍显松懈。朕已调入被倭兵15万后援，吾往3军将士勿惊勿躁，当以击灭为要。钦此。臣朱高煦领旨谢恩。怎么还打呀？战机都没了，瓦剌和鞑靼根本不会和咱们正面交锋，老头不死心呐。老三，不对劲呐！打仗这事儿，老头最在行了。我还以为他是让咱们加快合兵的速度，没想到他身体刚好，阅了个兵，杀心又起了。反常为妖，是不是有人不想让我们合营啊？开门！开门！二位王爷到了！二位王爷到了！哟，这不是被吊在旗杆上的那个于谦吗？当了多大的官啊？出来接我们俩，你还不够格吧？2位王爷在此稍后，容我进去禀报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滚开！这是为了2位王爷好。皇上要是问一句，你们2位未经禀报擅离职守，何以作答？2位王爷，2位叔叔请留步，皇上正在和杨阁老说事，带我进去禀报一声。杨阁老，杨士奇又升官了？内阁首辅，宋军需送成这个样子，要是在我的营里，脑袋早他妈掉了。臣杨士奇谨遵圣旨。杨阁老，皇上怎么说？哎，皇上还是执意要打下去。你干什么？2位叔叔来了，我总得进去禀报一声吧。皇上正在生气，你自己小心点。滚！2位叔叔，要不然先回营，等爷爷消了气再来。我们都撤到云木川了，还怎么打？士兵1年没回家了。没士气了，皇上。爷爷，是2叔3叔硬要往里闯，不是我没有传达旨意。你小子别给我乱扣帽子！我什么时候应承了？2位王爷，要不先回营？皇上要是追问起来，2位王爷擅离职守，那是要吃眼前亏的。
他是奉太子爷的命令来劝皇上班师，没那么简单。驾！驾！你听我说，有一件机密的事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你。奴婢我肝脑涂地，不必，只是这件事情难一些。愿为太孙妃分忧。这样便好。你悄悄地出宫，把这封信带给汉王妃，切记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见。还有一个东西，你背上，给汉王妃背过去。这我背不动啊！这件事情非你不可。你不刚才还说肝脑涂地吗？背个这个东西怕什么？你让他们俩……这个只能你背给汉王妃。记住，中途绝不可以放下，他们俩会监督你。你干嘛？太孙妃，让我一步不能停，把这个背来见你。让你背个磨盘见我干什么？还有一封信。信上怎么说？让你把磨盘再背回去。行了，你也别回去了。他已经知道你是我的人了。你城里不是有亲戚吗？该干嘛干嘛去，别说认识我。王妃，我怎么办？王妃。见过王妃。明天一早就走吗？是，我随辎重队做前锋官，走得快一些，几天就能见到王爷。把这个带给王爷，告诉他，那个妖精他翻脸了。是。这。你饶了我吧，你是不知道我这抄抄写写有多累啊。
怎么回来了？出事儿了，我要见爹娘，但不能暴露你与我同群。太孙嫔，禀告太子妃，我有急事求见。是。下去吧。怎么这个点儿来呀？儿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爹呢？在睡觉呢。爹，爷爷驾崩了。爷爷驾崩之前，传杨氏骑到身边，留下旨意，要二叔继位，我们全家搬去南京。你爷爷想得很周到啊！您当真这么想？不然呢？去了南京，我们全家可就是案板上的肉。二叔就算不杀我们，我也会像条死狗一样背得囚禁一生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若是这样，我还不如去地底下陪爷爷呢。你爷爷要是活着，我这身体不怎么坏，那个位置你或许坐得上。可现在，你爷爷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你打得赢吗？你是太子，是储君，我是太孙，这怎么能叫野心呢？要是我死了，你娘也死了，你自己想去拼命，没人拦得住你。停手吧！不行！儿啊，你爹精神不好，你不要冲他喊。爹，太子爷，从明天开始你要准备登基的事情，要昭告天下。爹，
睡吧，别说了，你累了。它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有什么不对？我说的。儿啊，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一句话就能定了？你爹身体不好，不要这么跟他说话。去洗洗吧，给你弄点好吃的，慢慢说。睡吧啊。不是忤逆。我们朝也怕，暮也怕，你爹都病成这样，他还要为你争面子，为你办事，你对你爹那么好，你爹剩下半口气。没事了，没事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没事了啊。娘呢？昨天晚上你那么磕头，磕得满脸都是血，把我们都吓死了。这不，我们根本就不能找别人来帮忙，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给搬回来的。我睡了多久？2个时辰了。你睡得特别沉，我把你伤口清洗了，衣服换了，你都一点没响。你身上多了好多的伤啊！慢慢来，慢一点，进来吧。喝粥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爹还好吗？太子爷的病，我们那么小心的伺候着，他要是睡着了，是鸡是狗都不让叫一声。好不容易才照顾成现在这样，你昨晚这一闹，太子爷吐了小半盆血。等会儿太子妃要是骂了你，千万别还嘴。这些都是小事儿。去做皇帝就是大事儿。不用那么瞪我，我是自己猜的。这1年多，我一直在帮太子爷批折子。
前方战败的事儿，我知道。皇上有晕眩之症，我也知道。皇上老营撤到榆木川，又突然宣召杨士奇。山东的被倭兵调出关，这些事儿我都知道。你又突然悄悄回来。不管结果怎样，你都不会后悔吧？夫妻同命，杀童、流放，我都要陪着你。漫漫雪收春还。翩翩牵手青山，灯花满盘花连坠。往往未成旧缘，惶惶心碎天。太子爷醒了吗？出去1年，连爹都不会叫了。草原上还有60万大军在等着我。进来吧。爹，你也来听吧，把门关上。事关全家人，生死攸关，不可马虎。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话。是。皇帝真的驾崩了？4天了。谁是你的同盟啊？杨士奇、樊仲、于谦，还有170名死士。受命于天，既寿永长。你以为一道圣旨就能让天下太平？那是做梦。去外地就藩的那几10个王爷会怎么想啊？老2、老3能这么乖乖的俯首听命吗？他们只忌惮你爷爷。不经过一场血战，这个位子你坐不稳呐。我操办好你登基的事，
即可返回草原。我又调了10万的北倭军出关，攻卫老营。到时候选2书3书听旨，告诉他们皇上的事情，直接把他们押赴北京。御前3营愿意跟着作乱的并不多。是啊，都是国家的军队，只要控制住，一定要加恩，不可追究责任。这件事情一定要办得谨慎。驾驭军队，就像驯服野兽，恩威要并施，不可一味的胡来。爷爷先前教过我。你就由着他了。现在，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这个祸，我们谁也躲不过去。还不快去办！有事情找杨荣、杨铺商量。走吧，走，驾，撤，撤。好久没见啊！好，走，我们喝杯茶。好，请，请，请坐，请坐。两位大汗，请。马哈木汗，你的牛羊比天上的星星都多，你的名声比苍鹰飞得都高。这娃子们都开始宰马了，再不撤兵，过冬的口粮都成问题啊！这一次打了胜仗，是马哈木汗的功劳。草原的春天多么短，他们要接上马驹，要放牧、放牛、放羊、放骆驼。要是士兵们不回去干活，他们会变成穷光蛋呐，死在冬天的路上。明军没有撤，你们先走，让瓦剌部断后。话说的好听有什么用？难道我们靠吃草活了吗？月前，给鞑靼部、兀良哈部各1000只羊，200头牛。诸位，至于说到退兵，我也想退呀，可现在敌人还在，3000营和5军营在左右翼，永乐皇帝的兵团在我们正前方。要撤呀，也要等到明军过了长城。要是现在撤了，大明的骑兵一追，1年多的仗可就白打了。马哈木汗，他们已经撤退了。探子来报，大明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山海关补充兵力，补充的都是最精锐的士兵，不亚于京师3营的山东被倭兵。诸位，据我所知，已有2万人马
到达中央大营，还有近10万人在途中啊！再打下去，我们不如投降算了。啊！敌人增兵，我认为是好事。诸位，我读过中原的历史，自古进入中原，无非是从太行山以西破雁门关，入大同，破晋阳，席卷而下。还有一路，当然是最近的，那就是过山海关，1天1夜直逼京城。哈哈哈哈！啊哈哈哈哈！啊！好了好了，马哈木汗的本领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你要做的事情，比把月亮摘下来还难。我们鞑靼部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啊！啊！这一仗打完了，草原会安静很多年。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中原从来如此，战争一结束，他们就跟我们拉拢关系，赐给我们很多东西。天底下，谁靠天天打仗活着呢？对不对？对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现在是最好的时机，大明把所有的军队调到了关外，后方空虚，我们到他的后方去，把大明阵脚搞得大乱。我看，马哈木汗，你做你的梦，我们可要回去了。太孙，非常时期不必拘泥。杨士奇还在榆木川的大营等我，召集找你们2位来，是想商量一下太子登基之事。太孙回来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从太子妃那儿出来，他一直在哭。人呢？他在里面和大臣说话。那件事吗？他怎么说？他要做皇上。你谁的话都不听。可万一输了呢？太子一家，你、我，就都活不成了。要是真有这么一天，我会想办法送你出去的。你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的朋友已经都死在外面了，身世浮沉，雨打萍，生命无非如此。你在外面还有过朋友，我呢？除了太孙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要逃也应该是你逃，我是太孙妃。现在最麻烦的是，太子爷这个身体一旦登基，能活到哪一天，
可就不好说了。你我3人能活到哪一天也不好说。这个时候，我需要你们实心效力，共度难关。太子登基的日子宜早不宜迟，就定在3日之内，昭告天下，以正视听。是。皇上口谕，杨阁老，杨大人，你是来办军务的，还是来送辎重的？怎么传诏这种事情，都需要你来做呀？皇上口谕，皇上圣公安。朕安。前日以下旨，令3000营寻找战机，正面击溃瓦剌部。早奏捷报，自2人以下一支兵将皆拒守不出，不能实心用命效力，何以对天地神明，对太祖在天之灵？今于我3000营上下诸将官，再有玩忽职守者，当知军法无情，钦此。2位王爷，3000营战力虽有，也无大用。瓦剌兵一触即退，他们已经生了退意，非盯着我军进长城不可。我们在草原上漫无目的的追到什么时候啊？士兵思乡，伤亡又大。我记得跟皇上撤退到榆木川的时候，皇上当面说过，让我跟老二左右2翼卫护，主旨就是撤兵。怎么又变了呢？不是打不起来了吗？太子爷不给钱啊？怎么，太子爷一下醒过闷儿来了？还是他奄奄一息，回光返照啊？太子爷身体尚佳，当着钟馗作妖，你来错地方了。我是吃什么饭出身的？太子爷萧可正已经1年多不能看折子写字，什么叫上家？杨士奇，杨阁老，你是在欺蒙皇上，还是骗我们哥俩？我听说又来了2万被倭兵驻扎在皇上的大营里，后续还有10万。杨阁老，我能请教请教，这是为什么吗？这是皇上的。你主管兵部，不知道为什么？神机营伤亡也大，皇上想补充足额的兵力。当下神机营能战之兵接近30万，无需补充。战机都没有，皇上是不会无缘无故增兵的，这是乱命。2位王爷有什么想法？写折子，皇上在。兵部的事也是得了御批才办的。杨阁老，麻烦你回去请示一下，我这边刚得到的消息，鞑靼和兀良哈的主力已经拔营后撤了，瓦剌也不会吃眼前亏。我们现在贸然往上追，
恐遭埋伏，是麻杆打狼两头怕。后面的仗怎么打，请皇上明天召见我们一下。好，我回去请皇上的事。如果今天太孙回不来，我就率御前营带大秦皇帝回京，不行吗？军队里还没人知道皇上驾崩的消息，这2万被倭兵起不到护卫作用。如果汉王和赵王以戕害皇上的名义动手，御营精锐不够他们一口吃的。御营里的细作告诉我，皇上大帐前筛了很多咸鱼，臭的没法靠近。没听说过皇上喜欢吃咸鱼啊？怕是出大事儿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咱爹？但愿我想多了。你不觉得最近越来越怪吗？过去老头一天等不到黑，就把咱们2个传到大帐里商量一次，拿着我们的腿脚溜着玩儿。现在这么多天不传召，又是杨士奇，又是被倭兵，想干什么？马上把军队开过去，看看他们有什么古怪。老头问起来，就说敌人的兵撤了。啊，那就后撤50里，离皇上的大营再近一点，进退都有余地。老二，马上就办。太孙回来没有？汉王和赵王明天要来老营见皇上。刚才接到兵报，3000营左右2翼，后撤了50里，已经合营了。干脆等他们来的时候，我派御营精锐，一举把他们拿下，控制起来，看他们还能怎么样。 3000营老将起来，转眼就是一场厮杀。御营里到底有多少可以效死命的兵士？他们要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，把老营一围，请皇上出来说话，咱们这出戏可就再也唱不下去了。到时候不用出门，你我就得死在乱军之中。 关于聂兴的死，你就没有什么要问的吗？你都写在信上了。他是为了救我而死，这一点我在信里没说。他自毁面容，一路跟着我去到军营。 直到一场恶战开始，我才看清他的脸。我本以为他会从身后偷袭我，没想到替我隔开瓦剌人长矛的居然是他。也许在他看来，我就算死，也得死在他的手里。 这样一来，我倒是要愧疚一生了。聂兴这个人，只要他认为是对的，就一定会去做。他从来不会虚伪，也绝不妥协。那时候许斌就说过，他是不会得好死的。他太刚烈了。
是个有侠类型的人物。古人说：“求人得人。”这也是他的命运。我不会再为他哭一次了。如果我一去不回，你会为我哭吗？弓箭兵左右两边埋伏。是。其余人按原计划行事。是。万岁！皇上召见汉王、赵王入帐商议军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余闻皇天之命有常，必归于敌，故40有序，天地泰康。皇太子朱高炽文韬武略，秉性纯良，恭俭仁孝，监国有方，上敬天地宗亲，下爱黎庶万民，有尧舜之相，秉圣贤之命，忧思国计，震烁朝纲，堪担神器。朕为天下苍生福泽计，立为新帝，诏基帝胄，承天应人，布告中外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
儿臣朱高煦，叩问皇上圣公安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古之君天下者，必以仁爱为先。于谦，你把皇上弄到哪儿去了？皇上已于昨夜大行，圣体由太孙朱瞻基护送前往北京。皇上遗旨，命杨溥、杨荣、杨士奇监国，太子陵前即位。新帝已立，与民更始。二位王爷随我回京，参加皇上的葬礼。若服逆多数之民心，重启无穷之战祸，则大局决裂，残杀相寻，九庙震惊，兆民荼毒，后祸何忍复言？朝廷审时观变，为全局利害，不挟虚矫，不逞偏激，大赦天下，以示顺天应人、爱民无私之意，新朝改元，洪熙。昭告中外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洪熙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樊周，你跟随皇上这么多年，就这么叛变，你还是人不是啊？二位王爷，放下手里刀剑，奉旨入京。我可保二位王爷周全。你保？你的命贱如泥土，也能保我们周全？就知道你们今天古怪，相见一发，不用一炷香的时辰，3000银就能把这里踏平。乱臣贼子，给我杀！杀！3000银怎么还没到？先出银！有旨意，开营门。主将何在？接旨。汉王爷、赵王爷去皇上老营了。你们认识我吗？认识，兵部杨阁老。怎么还不下马接旨？这旨意是皇上给3000营将士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
先帝已于昨夜大醒，朕陵前继位，哀痛莫名。巧遇我京师3000营、五军营、神机营，尔等自征战以来，屡屡建功，于国有壮业伟功。朕知尔等深入大漠，血战经年，父母妻子尚在家中，因此降旨休战言和，撤兵返京。小子，你要造反，先过你2叔3叔这一关。2位叔叔，你们是在等3000营吗？我奉旨迎2位叔叔的驾，请吧。皇帝驾崩，哪来的旨意啊？你没听见吗？太子爷陵前继位，年号洪熙。2位叔叔，到这儿，我们的误会该结了。都是大明将士，新帝已立，回京接受封赏，莫再做无谓杀戮，弃了刀剑。洪熙皇帝万岁！洪熙皇帝万岁！